大家好，歡迎回到北歐老吳聊美股的頻道。今天是會員專享的周末漫談。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下周有哪些重要的經濟數據要出來。周一，2月16號，是因為這個華盛頓總統的這個生日，所以說是一個假期，那麼是休市的。那麼我們的直播在周一的直播也要停一下，那麼周五的話會繼續直播。那麼周一的話，還是這個對全球華人來講，它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日子，是這個除夕節要到了。那麼2026年馬年就要來了，那麼我在這裡也提前給大家拜早年，祝大家馬年馬到成功，恭喜發財。那麼接下來還有其他的，有周三，这是美聯儲的這個會議紀要。我們這個會議紀要可以關注一下，就是現在因為新的美聯儲主席已經提名已經出來了，大家都知道了，這個 Kevin Walsh。那麼因為這個人呢，他之前的一些講話或者一些這個採訪，他的言談都比較強硬，他屬於強硬派。那麼但是呢，因為我之前說過，他老丈人跟这個特朗普跟川普的關係，私人關係非常好的，認識40-50年了。他們之前是在沃頓商學院的時候的一個同學。那麼他上台之後，這個 Kevin Walsh 上台之後啊，就看他怎麼來平衡他的私人關係，還有他是不是要維護美聯儲這個獨立性這麼一個關鍵的一個任務，對吧？那麼在他上任之前，這個鮑威爾還要繼續這個到5月份。所以說這個看一下這個會議紀要，就是說現在這個美聯儲內部他們的分歧有多大，對吧？這個會議紀要裡面會體現出來，是可以稍微關注一下。那麼周四的話有原油數據，還有跟經濟就業相關的。那麼最重要在周五有 PCE 數據，然後還有這個 GDP 數據。因為剛剛過去這周出了一個 CPI 數據，是比預期的要低的，那麼是降的，對吧？那麼看一下這個 PCE 數據裡面有沒有更多的信息出來。因為現在市場交易員還是預期，就是下一次的這個美聯儲會議的話，可能會降，就是大概50%到60%左右的一個預期吧，還是會降。畢竟現在 CPI 是降的嘛，對吧？所以說這是市場現在一個預期。好的，我們看這個，因為大部分公司的財報，尤其這些大科技公司的財報都出差不多了。最重要的一個英特爾的還沒出，那個英偉達的。英偉達財報是在2月25號還沒出來。那麼在它之前，我們看一下下周有一些，像周二是這個 PANW， 這是這個一個網絡安全公司，就是炒美股的應該都比較知道這個，比較熟悉這個。然後周三像什麼 Booking 啦，還有 OXY， 這都是巴菲特老先生他們公司重倉的這個石油公司。然後周四，你像這個有阿里巴巴，但是這個都是預估的，這個 E 的話代表是預估的，不一定。那麼周四盤前有一個沃爾瑪，我們可以等一下看一下。然後盤後的話，這都是關注度不太高的。周五的話沒有。好的，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標的。來看一下這個我們要分析的這個標的，先看一下這個標普。標普的話，我們簡單的、快速的看一下這個大周期，對吧？那麼大周期現在月線上是已經有了月的頂分型了。我們看一下上一個月的低點6789，這個月的低點6780，月線的頂分型已經出現了，對吧？我們之前提醒過，月線頂分型出現之後，我們需要警惕了，不是說它就一定要跌下來，对吧？你需要警惕，這裡是不是要有延續性？然後我們再看它的次級別，從這個最低點到現在這個最高點，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是不是飽滿了，是不是這個所有的組成構件都有了，對吧？跟這個我們的模型相比較，那麼這個在周線上，也就是月線的次級別3491，A 中樞 B 中樞兩個中樞的高低點沒有接觸，一個趨勢上。那麼針對第二個中樞還沒有出現3買或者3賣，對吧？還是在圍繞這個中樞震盪。但是前提是這一筆要結束，就是最後這一筆要結束才可能出現回落。如果說它沒結束的話，那意思是說它還要延續上漲，對吧？就是我們要判斷，就是現在這裡是要延續呢，是延續上漲呢，還是要這裡
內部結構已經挺飽滿了，可以下跌呢，對吧？這就是我們要判斷的。看一下它的次級別，也就是日線。那麼日線這個我們在平時直播的時候說的比較多，大家也比较熟悉它的結構了。4835，這裡其實我們用了2種分析方法，一種是同級別分解，就是以這個中樞為中心，一個中樞、2個中樞，对吧？這是同級別分解。但是因為同級別分解的話，第2個中樞它的這個構造的組件啊，超過已經到9了，1、2、3、4、5、6、7、8、9，第9筆出來了，但第10筆現在還沒出來，因為這裡是出現過一點反彈的，但是因為有包含關係，是不夠一筆的。如果說包含處理的話，如果說它先，比如說下周再次跌破這個6780的話，意思是说是7002的一個下跌延續，它完全可以跌到這個120天這裡。跌到120天均線，然後也跌破了前面這個6780，到這裡踩一腳，那這個變成新的第9筆了，它可以看能不能夠打出去，对吧？這是這個我們做的同級別分解。如果說非同級別分解怎麼分解呢？那是需要從這個7002斷開，然後這裡就是需要把它拉過去，我們就不看它了，是從這個7002看7002右側的。為什麼這個會存在同級別和非同級別分解這個方法呢？主要是因為同級別分解是進行這個中樞延伸擴展的，它相對複雜。但是如果說你用非同級別分解的話，就是大周期借用大周期的這個結構，大周期上這裡是一筆上，那麼現在看它是不是要演變出一筆下來，那麼這就是你借用大周期的一個結構。它的好處就是相對的分析的簡單了。我现在只關注右側這些，能不能夠演變出來大周期的周線一筆回落，對吧？但是現在在日線上的話，只有一筆呀。或者說你只有1、2筆也行，因為這裡算成一個二脈反彈也可以，因為它沒有突破前面這個7002，對吧？但是在日線上結構並不多。如果說去1小時的話，1小時上，如果說你從7002這裡分解的話，它其實這裡有一個大中樞，是一個1小時的中樞，但是不夠9筆，這是進入段1、2、3、4、5、6、7、8，只有8筆，尤其這一筆反彈非常技術。就是反彈到這個6973這個位置非常技術，剛好是前面這個中樞的上沿的位置，然後一個快速打一下這個位置，快速下來，對吧？這是一個非常牛的一次反彈，或非常技術的一次反彈。如果說你知道有這麼一個中樞，那麼彈到這個位置它上不去，快速往下走，那你就知道它還是在做中樞震盪，對吧？但是後面這段殺的其實是比較快，尤其這根 K 線殺的是很快，快速杀下來。如果說你反應不及時的話，你是出不來的。那麼現在，如果說它要是按照我們說的，如果說以7002作為這個最高點往下生長的話，那麼在周五的時候，這裡是出現過一點反彈的，但是反彈不夠一筆，這個反彈只有4根沒回去，對吧？所以在1小時上它是不構成3脈的，在30分鐘上肯定是夠了，30分鐘這個是肯定夠一個3脈的，30分鐘這是夠一筆。完美滿足定義的一筆，所以這個是在30分鐘上是一個3脈，但是我們平常分析都是月線、周線、日線，日線的次級別是1小時，對吧？是這麼一個結構，是這麼一個遞歸這個一個區間套的一個方法。但是因為30分鐘和60分鐘這2個，你如果說他們當成日線的這個，因為美股的交易時間是6.5個小時，他們當成這個日線的次級別都可以。如果說你要是日線，比如說歐洲一些這個市場，它的交易時間比較長，有8個小時的，還有8.5個小時的，這都比較長。如果說你的8個小時的話，它的次級別一般是用2小時，就是說如果說日線是8小時的話，次級別我是看2小時，我是不看1小時的。所以說这個其實是跟你的交易時間有關係的，就是這個正常交易時間，不算盤前和盤後的交易時間，就是一般是看1小時，但是你用30分鐘也可以，就這裡就看你怎麼選，就是首先要定你的交易周期是要做30分鐘的還是做60分鐘的，對吧？一般周期越小，你所能做的，你可以做的交易就越多，因為它出現震盪的可能性就更多，对吧？你像這個你去看5分鐘的話，這個天天都有這種小交易，你都可以去做。如果說你能夠做5分鐘這個級別交易的話。這是只是針對這個能夠盯盤、能夠做日內的這些人的。但是你平時可能，需要上班，不能夠全職炒股的話，你做不了那麼小級別的，那你就需要用大周期的，
1小时，甚至1小时都做不了的话，那你只能做日线以上的，其实也够用了，其实也够用了，而且也不会那么累。做小周期的话特別累。那麼現在就看日線這個演變，對吧？是1小時上我是繼續往下走，然後跌破67180給一個反彈，甚至是就是說一直往下延續也可以，相當於走小 B 段。那這有一個大 A， 下面走小 B 段的，下面再生長出來一個大 B 也可以的，對吧？那就是些可能生長出來周線的回落一筆了。如果說周線給我們一筆回落，那我們要去看跟這個中樞的位置能不能夠回得來，回不來還是3買，哎，還可以打高點，甚至在這裡繼續做中樞也可以，不是說2個中樞就100%的要結束。它這裡我再做一個中樞出來，說做3個中樞，做完中樞之後它可以再選，比如說它這裡做了一個中樞，現在這個中樞其實是沒方向的，它是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往下砸的，對吧？如果說往下砸，那就大周期上這裡就會出現月線的一筆回落。如果說往上走，那就出現3中樞的一個趨勢上，也可以的，對吧？所以說不要一根筋的覺得我2中樞了，就肯定是這裡要回來了。然後這裡如果說出現中樞，我也是這個肯定往下走，沒有這種100%的絕對性。所以說這就是纏論，很多時候啊需要你去跟蹤它，你需要跟隨這個走勢，而不是說我預測這個走勢能夠出現一種什麼狀態，你預測不了。沒有人能夠預測，你很多人喜歡預測的原因是它簡單，你隨便說2句，哎呦這個位置高了，然後又要崩盤了，要回來了，很多人喜歡這種方法，那你這個交易你沒有辦法上倉位呀。如果說你真是比如說我這個位置我就是看它崩盤，我就要看它拉回到6100這裡，那你有能耐你上倉位做空它呀，對吧？你光用嘴交易，你這個那個打嘴炮是挺爽，但是對你的收益來講沒有任何的幫助啊，那有啥用啊？你可能自己在這乾爽，這沒有意義，對吧？你打嘴炮一點意義都沒有。我們要的是上倉位呀，你倉位上不去，你光那個嘴上贏了有啥用啊？對不對？這個位置你敢去大倉位做空它嗎？對不對？當然了，現在這個位置做空，那你的止損點是小的，首先。如果說你在這個7000附近做空的話，那它的那個止損空間是低的，但是不是說這個位置就只能去做空，那我這個完全是可以繼續往上生長的，這就是為什麼我沒有辦法預測它的原因，就是它是一個生長過程。那麼現在這個 MACD 好多人也是，如果說要用 MACD 來分析的話，但是現在還沒下去，就是這個還沒有跌到0軸以下去。如果說真的是沉到0軸以下了，那這裡可能就是真的要斷開了，然後往下生長了，没準這樣走，對吧？走2個傾斜狀的一個中樞，那這個 MACD 一定要砸下去到0軸以下，因為現在還沒有下去。0軸是一個多空的分水嶺，看這裡是下去了，對吧？這個0軸也下來了，然後很快又撈上來了，就不能下太深。一旦下太深的話，它就下面的空間就長了。你看前面這裡，看這個位置，對吧？一旦沉下去了 ，MACD 一旦沉下去，越走越深，那你這即使有反彈的話，它後面還一段呢，是3浪，跌3段。你看這個後面出現背馳了才會上來，對吧？那下面的空間，這個這麼長時間的一個在這個0軸以下，那這個都是非常難煎熬的。所以說，MACD 能夠給到我們很好的一個指示，現在還沒下去。然後你現在就預測它要跟前面那個一樣的話，那你這就是異想天開了，或者說一廂情願，那這沒有意義對我們來說，對吧？所以我們的操作是先讓市場選，市場選好了，我們再用倉位。哎呀，現在空頭的力量強了，那我就減倉，或者說我就有反彈做空它，對不對？所以說是先讓市場選，我們來應對，我們是跟隨交易。好的，這是針對這個標普。然後我們来看一下，現在這個下周馬上要出財報這些，先看一下這個 PANW， 它是2月17號，對吧？周二盤後。那麼這個公司我們看一下，它是一個網絡公司。首先看一下月線，現在看的周期是月線，月線上這裡有一個大中樞，然後這裡有一個離開。其實它現在走的還是這個離開段，就是走的小 B 段。雖然說它走得很遠了，那麼是一個什麼結構呢？1、2、3、4，月線上走了一個第4筆或第4浪的一個回撤。我這裡也測了一下這個回撤的位置，從這個就是 66.11， 從 66.11 的回撤，現在已經踩了一下 0.382 了。但是雖然說本月是出現了一個下影線還挺長的，
但是呢還沒有出現底分型，月線上沒有底分型。然後如果說因為財報的原因繼續往下砸，那就看是0.5的位置还是說0.618了。如果說要砸到0.5， 13%，如果说砸到0.618， 24%，对吧？这个10%几到20%几的这個空間還是比較大。然後這個 MACD 也是開始這個張口開始張大，然後柱子開始伸長，對吧？整體偏空，但是呢，不代表它的內部。現在我們看的週期很大的是月線的，所以說我們需要關注一下最後這5根 K 線它的內部結構，看看是不是有希望在小週期給你彈一下再下來，還是說直接能下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結合多週期。大月線上看着挺害怕，但是它的小週期，你這個不能夠影響，不會影響小週期出現反彈的呀，對吧？因為它週期比較大。週線上還是一筆，週線上現在還是在這個2根 K 線，這個120週和200週，現在是跌破了120週，但是呢，就是2週在這個下面。如果說你用傳統理論的話，你看它這前面這裡也是跌破過2、3週，後來又拉上來了，所以120週對它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均線。你看前面這裡，我們往前看就知道，它這個120週是非常重要的。看這裡，對吧？然後踩了一腳120週，然後這裡就碰都沒碰，這裡是下來了，這段是下來了，但是又拉回來了。所以120週對它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看這裡就踩了一下120週，這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均線。那麼現在這裡是現在在120週之下，然後這個 MACD， 看張口張得很大，對吧？柱子還是伸長。然後這段現在還是一筆，週線上還是一筆，所以說，這個財報就比較重要了。那麼如果說踩一下200週的話，也有13%呢，13%、14%的一個空間，所以說不容樂觀吧。再看一下最後這段的日線，sorry， 日線的話，從最高點223下來。它的結構是一個1、2、3、4四浪反彈，對吧？這個3目測的話是比1是當下是長的，我們現在可以用工具測一下。sorry， 我們看一下這個日線這3段，哎，挺有意思。目測的話，我目測這個3是比1空間大，但是工具一測剛好是個等比例。在當下這個位置，它剛好到了1156這個位置，然後出現一個強底分，其實可以上場做的。就是說，它剛突破了這個159.32，哦，不是159.54這個位置，尤其是在159.54這一天，這是在2月6號這一天，對吧？上周五這一天，這個 K 線其實可以操作的，因為這是一個等比例的位置，然後內部又是有結構的，然後這段下來了，然後一個快速下殺，然後快速往回拉，這個其實是可以去，它就是類似一個假突破嘛。到了等比例的位置，它肯定要嘗試有抵抗的。那麼如果說你是能夠盯盤的話，這一天是可以去嘗試的，看它當天的這個振幅有多大。5%左右的一個振幅，對日內交易來說，這已經非常好的一個振幅了。那麼，但是出現這個突破159.54之後，也可以進場，對吧？就是第二天，這是一個2月9號這天，周一。那麼，因為它是在一個等比例的位置往回彈，但是一個1、2、3、4，就是一個四浪反彈，又是一個等比例的反彈。所以說這一筆你做不做，就看你個人的這個風險喜好，因為它是一個等比例嘛，它完全是這一筆。比如說，這個完全可以再上到這個120天或者200天這個均線這裡，我們測一下空間，15%，對吧？那麼這樣的話，它的財報的話，就10%上下的一個振幅是，很正常的一個振幅了。如果說要是往上突，就會突破這個180了。到180的話，是7.8%。因為180這個位置是很關鍵的，在技術上，它是一個，如果說碰到180，這裡就相當於有中樞了，有一個反向中樞，看它走有了中樞之後，是不是往下繼續走，對吧？所以說它碰不碰180，其實是在技術上是很關鍵的。如果說不碰180就弱，不碰180就是直接一個價1、2、3、4、5，對吧？所以說碰到180的話，那就是說明多頭還是有力量，要那個頑抗一下，抵抗一下。看是不是能夠繼續往上衝一衝，衝到這個120天或200天這裡，因為這裡你看着，對吧？就是在120天、200天受阻，然後下來的，
所以說整體來講，短期有可能要冲一下，然後长期的話，它的这个周線呐、月線呐都走得不太好，但是短期有可能這裡要衝一下之後，即使不到180的話，那麼短期給你衝一個到180附近7%也是可以的。所以說這個財報不太好說，但是整體來講，短期有修復的一個跡象，但是中長期的話偏弱，就是多頭的話是偏弱。我們再看一下沃爾瑪。沃爾瑪這個大週期，其實它這個大週期就走得非常牛，對吧？雖然說現在，市場在炒作 AI 呀，又是炒作什麼數據中心吶，什麼跟數據中心相關的這些公司，對吧？但是並不影響沃爾瑪這一家公司市值這個股價又新高又新高，走得非常非常牛。那麼它的大結構現在週期，這個季度上是這麼一個，也是一個浪形結構。你發現它結構雖然說看上去挺複雜，但是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浪形結構。在季度上是一個大五浪，大五浪。那麼從這個39.09，我們只分析一下它最後這一筆或最後這一浪，看一下它這個內部，對吧？現在走的還是非常強。本季度的話，就因為現在剛是這個2月份，就是這個季度3月份還沒結束，現在已經漲了20%了呀，走得非常牛。月線上還是一筆，週線上就有結構了。這個39.09這個位置。週線上這裡有一個 A 中樞，這裡出現一個 B 中樞，已經兩中樞趨勢上了。然後針對第二個中樞，我們可以測一下這個進入段跟離開段。但因為它這個進入段是一個1、2、3、4、5一個五浪構成的，現在只能是去測比和比的比較，沒有辦法從最低的這個，就是在45附近的這個起漲點，沒有辦法從這裡測，因為這個結構是一個線段。那麼你現在線段是不能夠跟比較的，它的級別不同。級別不同的情況下，你是沒有辦法比較的。現在只能比較比，也就是說，我比較這個進入段跟這個離開段。那麼現在這個離開段是弱的，它只有到了145.63，才跟前面這一筆的空間是一致的，對吧？但是現在這個整體漲得還是非常強啊！你看這個 MACD，這是強勢的。你看圖形看得多了之後吧，就是像這種 MACD，你就知道什麼是強勢狀態，什麼是弱勢的。很多時候人說啊，我這個人盤感非常好。什麼是盤感，對吧？盤感這個東西，你如果說其實是一個很模糊的，但是盤感其實是什麼呢？就是你看的東西多了。對我們操作那個交易股票的人來講，盤感就是你看的圖形多了之後，你就知道什麼樣的是強勢圖形，然後看到這個知道，哎，我就知道這個是非常強的，就是經驗的一個總結。其實很多時候這個東西是需要時間累積的，你就看得夠多，然後交易的夠多，你才會達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盤感。一到了那種圖形出現的時候，你立刻就有感覺了，對吧？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剎那的一個，你看得多了，一眼掃一眼我就知道這是一個強勢股，我就應該上倉位的，而不是說，哎呀，我看來看去的，又是這個分析那個分析的，你還不知道怎麼辦，那你就說明你看的少了。其實就是圖形看得多了，你自然而然就有盤感了。還有就是說，不能光看不幹，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不能光嘴上說分析的這個頭頭是道的，然後不去實際交易。這個交易這個東西，你必須要用真金白銀的投入進去，你才能夠得到反饋。重要的不是說你去分析怎樣，重要的是那個反饋。這個不論這個反饋是正反饋也好，還是負反饋也好，我們要的是這個反饋，就是這個位置出現了這個買點了，我一定要進去做交易，用那個錢進去才能得到一個反饋。我是做對了還是被打止損了，對吧？都是反饋，但是這個反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如果說不去做交易，你只是哎呀我分析對了，但是我沒做，對吧？那這是拿不到反饋的，你是得不到反饋的。這個反饋對你的盤感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說我們如果說你想長期在市場以交易這個行當為生的話，作為你的這個收入來源的話，那麼一定要多看圖多交易。但是呢，一定要定好你的交易週期，在最開始的時候，比如說你還不太明白的時候，可以用一些小週期多練一練，比如說1分鐘、5分鐘去盯盤呢，多做一些交易，這是沒有問題的。那麼在你比較熟練了之後，那就定好你的交易週期，然後只要出現了你可以分析好了，出現了你應該進的位置，那你就進。進多進少是另外一回事兒，但是進不進是另外一回事兒了，對吧？所以一定要注意，我們要的是那個反饋，要的是那種做對了的那種正反饋，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那麼現在對這個沃爾瑪週線上這個
刚才我们已經比較了，它是這個跟沒有前面的大，但是它的這個 MACD 表達是強的，所以這段要結束。現在這個98.88上漲這段，你沒有辦法說它結束，連這個頂分型都沒出現，對吧？週線上頂分型都沒有。看一下日線，日線上這是有一個中樞，有進入段、離開段，哎，日線上有意思了，為什麼有意思呢？日線上到了等比例了，看到沒有？133.89，這是這個134左右，是這個等比例的位置，也就是這個日線的這個中樞的離開段和進入段比例是相同的位置，在這個134附近。但是呢，還是強勢表達。雖然說我到了等比例了，但是你看它的表達呀 ，MACD 張口張得非常大，然後柱子的面積也沒有明顯縮短，所以這段表達的是強的。那麼其實它在小周期上，現在我們看的周期是日線，在小周期上这裡是一個12345，就是說1小時上它是一個12345浪形的一個往上走。就是說，首先你不要追它，尤其在這麼敏感的一個狀態。那麼它如果說能夠以財報的形式去往上走，看它有沒有回落，做這個中樞的3買，而不是去追漲，對吧？所以針對這個的話，整體表達是非常非常強的，不論是日線還是周線還是月線的周期上。所以說這是一個你說的黑馬也可以，對吧？這是這個沃爾瑪。好的，那麼這是這個下周要出財報的，然後我們再這個分析一下幾個，因為時間還有一點，我們看一下大家平時關注度比較高的，先看一下比特幣。比特幣因為在這個周五直播的時候我已經說過它了，那麼我們當時分析的是注意的是4小時，因為4小時這裡是前面這裡它是日線的這筆離開，就是日線 A 中樞 B 中樞的一個離開，那我們把這個離開給它高亮一下，這個離開段它的內部現在是出現了什麼呢？這是一個 A 中樞是出現了，這裡啊有可能要在這裡做個 B 中樞之後，做完 B 中樞之後看它怎麼選，就這裡有個 B 中樞了嗎？不是，它是這裡是可以再彈一下往下走的，相當於一個 A 中樞 B 中樞，但是呢也可以往上走，以這種方式來構成日線的一個大的反彈。如果說這個小 B 段跟小 A 段比較沒背馳的話，那就希望轉折了，就這個走反向了。往上走了，但是如果說我這裡震出一個中樞來，也打了一個高點，但是呢，只能到一個等比例的位置，比如說77371，78000左右吧。如果說只能到78000左右，那它也有進入段，也有中樞，有離開，那麼這個只能夠構成日線的一筆反彈，也就是說，日線上會給你一個3賣。日線上現在不是倆中樞了嗎？這是 A 中樞 B 中樞，針對 B 中樞的話，它也可以出現一個3賣呀，出現一個反彈。給一個3賣，還可以再打一個低點，或者說給你一個2買也可以，對吧？所以說現在就是4小時的這個結構演變，看它會對這個日線那個結構造成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變化。現在4小時還沒結束呢，還沒有出來呢。這個 B 中樞的現在只是一個123出來了，但這個3現在是弱呀，3起碼要打到等比例這兒才能顯示出來有可能變強。所以現在就關注的是第3筆的一個狀態，但是。現在最重要的就是為什麼它這麼弱呢？就是最關鍵的就是那個川普的這個政府跟比特幣相關的一些政策沒有出台更多的利好，讓這些機構投資者這個沒有信心進去，只有這些機構投資者往裡進，這個才能拉得起來呀。他們不進的話，那這個盤子一般人小散戶是拉不動它，對吧？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問題。就主要還是政策，就是因為川普不是要一直說只有他才能拯救比特幣、虛擬幣嘛，但是這個政策沒出來，現在你光打嘴炮沒有用啊，這是比特幣現在一個困境。然後我們再看其他的幾個，英偉達的話，馬上25號要出財報，我們等一下，可以在這個，因為是再過一個周的，對吧？是在這個大下周，所以說我們可以在下周的時候提前分析。所以就不分析它了，看一下那個 Palantir 的話，因為這個大周期上，因為它不是之前被這個大空頭這個 Michael Burry 給盯上了嘛，對吧？那麼Michael Burry 他最近在這個 Twitter 上也發了一些推文，關於這個他對 Palantir 的一些估值的一些問題啊，然後一些這個他的這個理解，還發了一些貼圖，也是用技術分析的，我們等一下看一下。那麼他現在是實際投入了920萬美元，用期權做的。那麼它是到期的日期是2027年，
就是明年的1月15号，它的这个是它的行权价。那么呢，期权它的行权价呢是$50，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它如何来的这个$50。我们先说一下它的大周期。那么周线上这是这么一个结構，这是一个周线的中枢，然后周线中枢之后是一个1、2，这是離開中樞，1、2、3、4、5、6，是出現第6筆了。但是現在第6筆還沒有辦法說它結束，對吧？這個對應的 MACD 都已經快沉到零軸這裡了。那麼現在是已經跌破了0.5了，那麼看是不是要往下走0.618。如果說到了0.618的話，就會碰到前面這個125.41，它是不是要在這裡做大 B 中樞？甚至是如果說要繼續往下走的話，那是不是要在月線上出現回落一筆？因為現在月線上的話，只有1、2、3、4個月，對吧？那個 McBurry 這個他的圖形我也調出來，我們看一下，他在 Twitter 上發的這個圖形還挺有意思，也是技術分析。我們看一下他怎麼做的技術分析，這是他發在 Twitter 上的這個，或者說叫 X.com 上這個推文的這個一張配圖。他其實用了斐波那契，跟我們用分析的一樣的，他是從這個最低點，這個或者說不這個下面這個點位，往上拉的。那麼，這個是我們看，這是這個618、0.618、0.5、0.382。它所謂的50在這兒呢，也就是0.764，對吧？就是跌70%嘛，就是跌70%，跌50%，跌61.8%，跌70.4%，就是跌70.4%能到50這個位置。就是它為什麼買到50呢？是利用這個斐波那契，沒比我們高沒多少嘛，對吧？其實這個技術分析就這麼點玩意兒。技術分析就這麼點玩意兒，它還用的什麼頭肩頂的，你看沒有？它這裡是左肩，這裡是右肩，這是左肩，這是右肩，然後這是頭，它用了一個頭肩頂在這裡分析的。這就是為什麼你用這種傳統理論分析，它沒有辦法給到你很精細的，沒有辦法跟，這是傳統理論分析最大的一個問題。它還在這裡畫了一個頸線，對吧？這是一個頸線，他說是跌破頸線了，所以他看到這個。這個50這個位置，還有說下一個支撐在0.618這個位置83，然後這個是0.382，對吧？這些東西是看上去像那麼回事兒，看上去挺像那麼回事兒的，哎呦，好嚇人吶！但是細節呢，沒有細節啊，對吧？所以說這個東西就只能是大概的齊的看一下，至於它最終能不能賺錢，我不知道。我們看一下我們怎麼分析的，用纏論。那麼這就是他剛才那個圖形上，我這些要如果說把這個那是多少？0.768加上的話就到50了，對吧？0.768這個位置就是50，也就是剛才 McBurry 他那個圖形上那個位置。那麼現在在我們這裡的話，從這個下面這個點位5.92往上拉的話，它現在是踩到0.382，對吧？但是現在這個不夠一筆，所以說再往下的就是106，也就100附近吧，0.5。如果說繼續往下走的話，然後就看它各個位置。這是只能大概齊的看一下，我現在要跟蹤的是最後這一筆，週線上還是一筆，我們剛才已經分析了日線，這就是我們之前經常跟蹤的日線。之前有朋友在這個位置的時候，其實想買它，我之所以這個當時不太建議他做這個的原因，就是因為它這個 MACD 已經進到零軸以下很深的位置了，而且當時還有一個關鍵的位置138.92，是一個等比例，也就是這三段的一個等比例的位置。是在138.92，所以我當時要做建議說，你如果要做的話，只能做一個很短週期的，也就是說這第三段，從198.88下來這第三段的一個反彈，我們看一下1小時上，這裡有一個中樞，這裡有第二個中樞，高低點有接觸，擴張中樞之後，他當時是在這個位置想做這個帕蘭提爾，我當時說你只能做這個反彈，針對這個中樞的話，可能做一個3賣，然後它還會再下來，對吧？它確實是給了一個反彈。然後當時我們看它的這個反彈的位置，就是到了0.5和0.382之間的這麼一個位置。我不知道當時那位朋友就是在頻道裡面提問，他想做這個的帕蘭提爾有沒有進，對吧？這個在1小時上，如果說你能夠有能力操作這個的話，是可以做的。但現在它又下來了，又跌破了前面這個低點，形成了一個123，對吧？現在這裡也是，其實這裡也有過一次反彈的，但是有一根 K 線，就是126.23這根 K 線破壞了這個結構。你如果說把它當成2次反彈也沒有問題，就是說這裡當成一個反彈，就看它是不是要做一個延續。因為這個反彈
沒有辦法現在判斷它延續，而且它已經提上來了，沒有像前面這裡 MACD 那麼深，所以這裡更有可能就去給你再反彈一筆。那麼如果說出現延續的話，那就要關注，因為这是一個上面是一个升級大中枢，2次反彈還是一個3脈，然後可能還在下，所以說任何反彈對於這個 Palantir 的話，你先減倉，或者說可以去嘗試做空它。它現在是偏弱的狀態，尤其是大周期上也弱，周線也弱，然後日線現在又是一個等比例，然後 MACD 又下到0軸以下了。所以說我的建議其實不是去做多的，而是有反彈做空它，或者說你要有倉位的話，應該先減，對吧？就是針對這個 Palantir， 我是偏空的一個狀態的。這是針對這個 Palantir。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黃金，黃金的話也是這個。周線上，這日線上有一個9筆的一個升級之後的大中樞，那麼前面都是一個進入段了，它從這個1810，這是起漲點，這是一個1、2、3個中樞作為進入段，然後這是有個升級之後的9筆升級，9筆升級之後，它是一個1、2、3，這裡是出現過一波快殺的，尤其是在這個1月30號和2月2號這2天殺得非常狠。從最高點我們看一下，從最高點殺到這裡殺了21%、20%的一個大幅回調，這是非常劇烈的一個回拉呀，就是那個回撤。如果說你用槓桿的話，很多人都會爆倉的，這個是非常嚇人的，對吧？在短期之內跌了20%，但是它因為這個跌下來之後，這不夠一筆，雖然說也沒碰到前面這個4381，這也從側面證明了這個4381這個位置的技術含義，看到沒有？它最終跌到了4402，還是沒碰到前面這個4381，所以說，如果說你模糊的分析用波浪的話，它其實是一個1、2、3、4，現在是在走5，但是因為我們纏論的話，這是不滿足定義的，所以說波浪的話，你可以是1、2、3、4、5。那現在它還可以再慢慢往上走，然後看它是不是再下來。那纏論裡面的話，如果說這裡要是當中進入段，然後現在是1次反彈做2次反彈，看看是不是這樣的一個結構。那這樣的話就會從這裡斷開，就走這個周線的一個大的結構回落了。所以說現在任何反彈如果是不能夠突破前面這個，那就都是賣的，都是這個2賣啊。2次反彈就更要賣了，那可能更要下來。就針對這個大的周期上，如果是周線上給一個大的回落，可能是比如說周線上給你這麼一個結構。這麼一個就到了，比如說到120天或到200天，那麼這個位置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進場做多的，因為畢竟這個黃金的話，它跟比特幣啊，跟白銀的話還不一樣，因為它是大的央行在買，就是這些世界的央行他們在買這個，不論是中國的呀還是歐洲的都在買黃金。所以說黃金的話是只要有大的回落，其實要大膽的進場去買入，但最好的辦法就是定投。這是針對這個黃金，我們可以簡單的、快速的看一下這個白銀。白銀的話，我們之前其實是分析過它的大結構的。我們當時分析的時候，可能還在80多，對吧？當時是80多，我還做了一個筆記。我看我這個筆記在不在這兒？哦，這是我們之前做的筆記。當時在80多的時候，我們分析過，我們都說這個結構遠未結束呢。如果說你當時有看過這個我做的這個分析筆記的話，對吧？這是年線。這是季度、月線、週線、日線，這是我更新了。然後這是這個4小時，就是每一個結構是在年線上它是處於什麼位置？年線上是小 B 段，季度上是第3筆1、2、3，然後月線上的就第3筆在月線上是第5筆，然後月線的第5筆在週線上它只是一段，然後週線上的一段在日線上是 C， 也就是現在我們看的這個日線上是 C， 這是28.33進入。A 中樞 B 中樞，然後這是走的是 C， 現在在這裡是出現了一筆回落。這個白銀的話跟那個黃金的不太一樣，它這筆回落是夠一筆了，還形成了一個潛在的3買。這裡形成，但是它是那個踩的比較深，我們看當下它踩多少？哦，剛好踩到了0.786，剛好踩到了0.786。如果說按照我平時的話，我是不看這個0.786的，我只看到0.618。但是看不到這個位置，但是它當時當下剛好踩到了0.786，看到沒有？剛好踩到了0.786，然後這個出現了一個這個反彈。所以說你用黃金分割這個東西，還是有一點作用的。但是你不能夠預測到它在哪個位置，它是踩到0.618，還是踩到0.786，還是踩到哪個位置會出現那個支撐。所以說你在
沒到之前你是沒有辦法預測到，到了之後你会去觀察，对吧？哎，踩到這個位置下不去了，那你可以去尽量去嘗試。但是因为白银这个交易时间比较長，它是能夠交易23小時，尤其是在歐洲開盤和這個美國開盤之後，波動是非常厲害的。所以說你如果說能交易的話，還是就看有沒有什麼 ETF 可以玩一玩，但是不要去做合約。合約這個東西，太容易爆倉。如果說你又沒有非常好的一個紀律的話，沒有很好的執行的話，你是沒有辦法玩交易的，沒有辦法玩那個合約的，就是沒有辦法玩帶槓桿的這些的。那麼這個針對它的圖形的話，這個是一個潛在的300啊，對吧？為什麼說是潛在300呢？因為這新的一筆沒出來，沒有辦法說它如果說出來的話，有可能是3買轉2賣，看它是不是繼續往下走，還是說在這裡做中樞，就是下面是 A 中樞 B 中樞，看是不是要做一個 C 中樞，對吧？做完 C 中樞之後，也是我們之前說了，可以往上選，但是也可以往下選。如果說往下選，那其實就是大周期的一個周線的一筆回落。如果說往上走，那就是一個3中樞趨勢上。所以說出現中樞之後，不知道它往哪兒選，所以現在就是這麼一個狀態。那這一筆首先不能夠跌破這個64.1025這個位置，這個位置不能被跌破。跌破的話，那個底分型直接失敗，那就是向下延續了，那就可能拉回到中樞裡去了。拉回到中樞裡面，甚至砸穿這個中樞，那直接就走反向了，那就是走反向，大周期周線上開始走回落了。周線上這裡要有一個大的回落，那甚至是再跌到200周或者120周這裡，那去40了，那就去40了，那這個是那個就比較深了，對吧？所以說這個64這個位置還是挺關鍵的，能不能夠守得住？起碼給你一個3買轉2賣呢，對吧？也可以讓你去減點倉，或者說去這裡位置去做一些對沖，買一些那個做空的一些東西，對吧？所以這是針對這個白銀。好的，那麼的話，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我看一下，再看一下這個 MU， 就是這個 Macro Technology， 這個最近呢，它還有這個 SNDK， 這兩個都非常的火爆，為啥呢？因為這個現在因為數據中心的出現吧，大量的公司，這些七姐妹美股這些那個大科技公司對數據中心的投入啊量特別大。那個像這些巨頭的開支啊，他們在2026年的資本開支，計劃合計接近60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包含存儲在內的 AI 的基礎設施裡面。所以說，這個 MU 和這個 SNDK 的話，他們在這個芯片存儲室裡面占的是這個龍頭的一個位置，對吧？而且現在是出現了短缺，就是供應方面出現短缺，這是為什麼他們的股價還有這個 SNDK 漲得非常厲害。那麼主要是需求量太大了，對吧？所以說這是這個為什麼股價漲那麼猛，一直不跌。我們看一下它圖形上，那麼圖形這是一個，我看一下月線，它是一個月線大中樞的離開，月線一個大中樞的一個離開，對吧？我們主要關注就是 61.54 這個離開，然後周線一個123段，123，3明顯長，對吧？我就關注第3段什麼時候結束。那麼日線上這就是周線那個第3段了，這所有的這些都是周線那個第3段。那麼它是一個1、2、3、4、5一個5浪作為一個進入段，然後做了一個 A 中樞 ，A 中樞之後開始走小 B 段，小 B 段又是一個浪形。你就看它，你發現浪形多的時候，這就是它的走勢非常流利，非常的這個連貫，對吧？你就這種是強勢表達，就是單邊段。那麼它又走了一個1、2、3，現在，那麼這個4沒出來，雖然說你看它跌的也挺深的，我們看一下，當時是跌了20%啊，看上去不大，但是它跌了20%，快速殺下來20%，但是這個不夠一筆呀，這個回落不夠一筆。所以說還在3裡面，所有的這些還在3裡面，它需要再次選方向，要麼是再次突破這個455，要麼是再次跌破363.9，這樣的話它回落才夠一筆。如果說再次突破它的話，就是前面這個3的延續，對吧？所以說在這個日線上的話是沒方向的。我們看一下它的次級別，這個次級別我用的是2小時。因為用1小時的話，它是出現了一個比較複雜的一個結構。1小時的話，這裡有中樞，這裡有中樞，然後這裡還出現了一個類似一個擴張型的中樞。所以說我這裡用2小時來那個分析它更簡潔一些。那麼在2小時上的話，這裡有一個
從這個起漲點221.29，也就是日線上那个第三段，日线上这是 A 中枢，然后这里出现了日线的这个2小时第二个中枢。现在就是在围绕这个2小时第二个中枢在做震荡，这是2小时的构造，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後不是進入段，前面這是進入段，然後這是一個1、2、3構成的中樞，然後你看它這個回落剛好是踩到了這個中樞內部這一筆的回落，就在周五的時候，這一筆剛好是踩到這個中樞內部，然後出現了一個反彈，對吧？現在就是看它第二個中樞，你看你是不是要選，還是說要跌破前面這個小低點369？如果說要跌破這個位置的話，那就是這個日線上一筆形成；如果說繼續往上走，那就是突破455，或者說這樣上去給一個300之後再上去也可以，針對這個2小時這個中樞。所以就是它現在，因為它的財報也已經都出完了，12月，但是它下一次財報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這是這個大概大約的，所以它是沒有這個下次財報的日期的。好的，那麼的話，這是針對這個 macro，這個 MU。那麼我再看幾個這個，還有一點點時間，就看幾個現在，市場上這個動能特別強的，尤其這個 Rivian， 這個是在周五出了一個財報，它是在周四晚上出的財報，然後大幅的高於預期，那麼造成了它在當時這個之所以我也注意到它，是因為有朋友在直播的時候問過它。那麼周五的話，它漲了26%。因為它在周線上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這個 Rivian， 周線上出現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位置是在這兒，這個從8.26這裡的話，這是進入段，1、2、3、4、5、6、7、8、9，它是一個9段升級的一個中樞啊，然後前面這裡是也是一個大幅的進入段，然後這裡做了一個中樞和打了個低點，這是一個盤整下，現在又在底下盤出一個大中樞來，這就牛了。如果說這個是9段升級的話，那上面的空間如果說能打開的話，那是非常大的。你看它是從最高點179啊，180跌下來的，180跌了8塊錢，如果說能打開，我再回去那就牛了。所以這個是需要關注它的，因為它是一個9段升級之後，然後在周五又是一個本周是漲了19.8%，這個大幅的一個上漲，但是現在就是頂在了這個200周這兒，看到沒有？200周在這裡，如果說能夠突破它，而且 MACD 你看走的也非常強，一個大幅拉升之後的一個回落，就是大幅拉升一個回落。如果說這裡來個空中加油起來，哎呀，這就起來了，那再次突破，首先就看能不能夠突破22.69，那這個空間我們看它有多大？28%，然後呢，上面的空間就大了去了，對吧？所以說，有潛力啊，這個可以盯一下或跟一下，可以拿小倉位玩一玩。如果說真能起來的話，那你這個就是走小 B 段了，這是 A， 然後走小 B 段，甚至給你走出2個中樞來，那這個後面空間就大了。就這個可以去相對的關注一下，平時咱們，如果說沒有的話，不要追，首先不要追。那麼什麼時候可以進呢？因為這裡是日線上，這裡是已經夠一筆了。然後看一下1小時，1小時它是一個123，這裡這個中樞是借用了，這個中樞是借用了前面下跌的這個位置，所以說如果說你要斷開的話，是不能用那個中樞了。那它其實是中樞在這裡，這裡有一個中樞，這是它的一個1小時中樞。如果說是以13.58這裡作為一個斷開的話，就是以13.58作為一個上漲的話。那麼這樣的話就是一個就是進入段，然後2次回落。你看它那個中樞好像看上挺彆扭，但是不影響啊，不影響那個我們的分析啊。這就是它的中樞這個震盪空間。那麼直接走一個離開。那麼現在看一下它的進入段跟離開段的一個比較。進入段這是，然後離開段是從這個位置，它已經衝到1.618這上面去了，對吧？所以說這段是不背馳的。那麼我們什麼時候想進呢？等待它這個回落的一個300。也就是說，從這個上漲那段，你去測它的回落，比如說給你個回落到16.74，甚至到這個200均16.21，對吧？都是可以嘗試進場，因為針對它的話是300。但是如果說到了0.618呢，就深了，但是還是沒回來，還是300。所以說具體能到哪兒我們不知道啊。到了那個位置之後，你要結合它的這個雙觸發。我們一直說雙觸發，什麼是雙觸發？就是到了這個回落的位置了，有底分型。首先在1小時上我要有一個底分型，3根 K 線構成底分型，然後我要看它下落的這段內部結構，
这段內部結構是不是有2個小中樞？說明它的結構夠飽滿了，然後又有一個底分型了，那我就可以大膽嘗試進了，對吧？那你就看1小時上你要分配多少倉位，所以這就是用雙觸發來幫助進場，而不是去追漲，再好的股票也不值得去追，再好的股票它也是有回調的，所以說一定要把握這個好這個結構那個節奏。然後最後還一點點時間，最後再看一眼這個 ARM， 這也是一個9段升級。最近發現好多股票出現9段升級的一個結構，它也是周線上9段升級。這是我們之前也是提過這個票，然後在頻道裡面大家有問過。但是呢，就是說它是軟銀主要這個主要大股東，但是軟銀的持股量特別大，那麼造成我一直說它的流動外面流動的這個股票可能少，那麼它的這個波動其實相對還是比較大的。但是它基本面肯定是沒有問題啊，它主要是賣的這個 patent， 就是這個 copyright， 對吧？它是做設計的，做這些芯片啊，還是做這些這個芯片設計的，是這麼一家公司。那麼它也是受益於這個 AI 的。那麼它在週線上，現在結構是這個週期是週線，有這麼一個結構也是一個9段升級了。也是一個9段升級，所以這裡如果說你看它這個是在這個0軸以下了，它比剛才那個 Rivian 就差一點。Rivian 的週線是在週線以上，這是 Rivian 的那個 MACD， 這是 ARM 的 MACD， 你比較就知道哪個強哪個弱了，對吧？那麼它現在是沒有，它得拉上去，那這裡拉上去可能就直接幹到這個週線的這個中樞上沿30%。它如果說現在週線也出現了非常強的底分型，如果說能夠一些消息刺激啊，還是說什麼基本面的，還是說那個英偉達的財報啊，都能刺激它往上走的話，那就是一個非常好。起碼先看這個週線中樞上沿164這個位置，現在剛好也是頂到了週線中軌這個位置，看到沒有？週線有一個中軌，這個虛線是這個中軌，是這個軟件自己帶的，剛好也是頂到這個中軌這個位置，但是也是週線出來強底分了，所以就看這裡，首先給我一筆。是到這個這個中樞上沿呢，還是直接能拉上去，直接走離開，那就更牛了。所以這也是需要關注的一個。好的，那麼的話，我們今天就分析這麼多了，再見。